哎，老师要介绍这一支今年的新香，对吧？2022新香，叫做序曲女吗？对，所以哦，序曲男上次那个好像谁豪哥有拍过，豪哥有拍过。哎，那这样是不是序曲男出的比较早？对，对嘛？哦，大概早了有多久？有1年嘛。对。OK， 好，来镜头前，哦，它盖子又跟那个不太一样的哦，它这是这样打开的。对，我们也很期待，因为这个序曲你刚到啦。他们是不同系列吗？因为它盒子长得像不一样。哦，没有啊，就新的艺术总监的盒子都是长这样。新的艺术总监盒子都是这样。要节省成本。看得出来，他目标是节省成本。哎，我很喜欢它这个玫瑰金。这个算是清真式吧，清真式的圆顶盖，对吧？对，本来是碧雅用玫瑰金，现在变换它用玫瑰金。哦，过来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来试香。给你贴，好你打。老师怎么会选这一支嘞？因为我觉得这一支它的序曲男非常的出色，在台湾卖的很好。是。那我觉得序曲女好像也不逊色。是。其实可以来。而且序曲男好像味道不会太重哦，不会像鸢尾那一类的间奏曲鸢尾之类的。它是酒香加果香为主。那其实味道你说不重，夏天真的比较适合秋冬，那种酒香又有果香，还有一点烟草的味道，比较适合秋冬。对，是。那这一支怎么走法？你有印象吗？这个你还没闻过是吧？闻过一次，但印象不深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序曲男跟序曲女。序曲女我们也是刚到，还没试过。先来。我觉得应该，它的颜色好像比南香要淡一点。哦，这样你闻得到？可以。好。我要怎么形容呢？它有一点阿曼的底气，加一些桃子味，有闻到吗？桃子。对。它是写苹果白兰地。哦 ，OK， 苹果白兰地，酒香，但是我怎么闻到是果香呢？对，我也是觉得是果香。对不对？它前调是香柠檬、藏红花跟苹果白兰地，是，然后中调安息香、没药、千叶玫瑰、天竺葵、肉桂。哦，所以那个果香应该是来自于它那个苹果白兰地是的味道。但其实它果香蛮鲜明的嘞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果香之外，老师还闻到了什么样的素材在里面？以我们如果不看香料表，你的直觉什么对你比较明显？因为我不喝酒啦，所以我对酒香味道非常的敏感。哦 ，OK， 就会觉得它是酒香为主的一个香调。但因为当初，我第一次闻那个序曲男的时候在专柜，然后就没有考虑太久我就买了，因为它的味道实在我觉得很浓，对，太喜欢了。其实因为我不敢喝酒，所以我很多酒的味道我都会怕，有酒香的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支，我就那时候闻的特别喜欢。那你现在闻到的是反而是果香跟酒香是比较明显的，对了。哦，我是有闻到藏红花带一些些微的药感，但是又加上果香，这个一个药感加一个明亮的桃子的果香，这个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是还蛮冲击、还蛮妙的一个组合啊。其实这个跟刚刚那只间奏曲女一样哦，他都会把，因为男生他就是喜欢做的比较明亮大方，那种大明大方一点，然后女香他都把它做的比较优雅、比较柔顺。是。
好，那你有没有想象到什么画面？对于这一支来说，想到你去了哪里？我一直是努力在品尝它。我也是去这个克罗埃西亚，那有一个景点，它是在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小村庄，然后呢，这个很妙的是，这个村庄呢，他们叫做水上村庄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个村庄不超过30户人家，可是他们的房子都是盖在水上面，它这个水不是一般的湖面的水而已，不是哦，它是瀑布。哦，这房子下面都是瀑布，所以你去看到这一个小村庄的时候，他们底下都是，它这个瀑布不是很高的那一种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很高，大概就是1-2层楼的那种瀑布的高度而已，1-2层楼的高度而已。那你就看到说，这个水都从他们的屋子底下这样子流下来，那他们的房子盖在瀑布上面的。那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，因为它这个果香，它是算是像我刚刚讲水蜜桃，它是很有水分、很饱满的。那这个水从高处往下这样子流下来，你去想象那个瀑布的水流跟水汽，那就很像这个桃子的清透感。那又闻到了一些这个没药感的味道在里面，你就会觉得很像就是我刚刚形容这个30户的小村庄，不受外界打扰，然后就过着很像神仙般的生活所以人家说这个是仙境的村庄，就是在这里，它是在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小村庄里面，30个人。我觉得这味道，现在越闻我觉得它那个果香散出来的水润、湿润、湿的，然后一丝一丝的线条，就很像那个瀑布流下来的味道。我喜欢这个果香，很特别，很好。那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在想到就是有一户酒庄的主人，对，他可能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家里，来聚餐，然后正餐完后，大家坐在沙发上面聊天，然后喝着一点小酒，然后吃的水果，然后那种很舒服，大家很畅快的去畅所欲言，去聊天，然后带出来的那种氛围，就是你说农庄的这个主人请他的朋友去他们家，而且他自己这个酒是他自己酿的，是OK，所以酒气在你身上是相对明显的，对，我觉得还蛮明显的，OK。那像这样子的续群女，你觉得男生合不合用？男生的话，男生合不合用？我觉得它桃子味不会做到让人家觉得一联想就想到就是女生的那种，你知道，像很多商业香那种桃子味，有没有就很鲜明？我觉得它没有做到这么的亮所以那个桃子一闻就是女生嘛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支的桃子味，男生似乎很可以这可能我会觉得他比较看个性，比较适合一个很大方、很热情、很活泼的男生。你觉得是这样？对，大方热情的男生，很活泼的一个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个农庄的老板，对他很好客，然后他很喜欢跟
大家闲话家常，很喜欢招待朋友。是哦。OK。然后它身上有这个味道，你就会觉得理所当然。哦，理所当然。对。哇，那我跟你的想法真的是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一支男生他会比较书卷气，比较斯文，比较嘿。比较算是书生啊，文人这种味道了。对。对，比较不像你刚刚说的，是个很好客、大名大放这种，来哦，领酒哦，搭这样之类。我觉得我的感觉，可能酒味在你身上比较，比较鲜明。那女生呢？女生用这支？女生用，我觉得更 OK 啊，更 OK，绝对没话说。对。它中间是不是有开始转一些木质出现？有吗？中调啊，有安息香、没药，青叶玫瑰、天竺葵跟肉桂。哦 ，OK， 反而还没有木质调在里面。我身上那个玫瑰味道会越来越明显。是，哦。但是还是好像就是一朵玫瑰，你把它浸润在酒里面一段时间，你再把它拿出来，你放在桌上的时候，你会闻到的那样子的一个气味。好像有呢，被你这样一讲有了哦。很具象。好，这两支我觉得我喜欢这个的，这一支的味道。OK， 我们待会回头再来看一下序曲女后续的变化，好不好？待会回来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序曲女新的新香回来了。来，老师，我先把上一 part 那个画面克罗埃西亚，它叫做水车村。它在16湖那附近。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画面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屋子底下这个瀑布流下来，它这瀑布不高，大概就是两层楼、3层左右。你就看到从底下这样子流下来，对，就是画面就是很美、很惬意，有没有？在这边退休的，你看整个村庄就是整个河流流经过的地方。你看像这样从屋子底下这样流下来，瀑布，然后这个水道，有像这样，这就是我说它桃子，然后又带一点丝柏的味道，就很像这个瀑布的画面，就这样。它瀑布都不高哦，大概就是2-3层楼左右，相当漂亮。你看，非常有这个画面。好，序曲女。老师现在嘞，在你身上怎么呈现？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你把一整把的玫瑰花瓣，把它浸在那是什么酒？白兰地里面。然后，那因为白兰地它是属于那个叫什么？蒸馏酒。是。然后呢，它的味道会比较干净。然后呢，那个玫瑰花你再把它捞出来之后啊，你把它放在桌面上，然后和朋友一边喝酒，边聊天的时候，然后你会觉得那个玫瑰花瓣逐渐的散发出那个香味来。是，我觉得我有点被你带过去了。因为确实你边讲，我后来一路这样闻下来，确实有你刚刚说的，这个玫瑰花瓣浸泡在。可能是整株的，也可能是花瓣浸泡在这个酒桶里面。那酒桶里面你把它打捞起来，它还是湿湿的哦。你就把它摊在桌上，要给它沥干的那种味道，酒气跟玫瑰就这样子散开来，就是现在这个味道。但它还伴随着一个苹果的香味。OK。我觉得它这个苹果香味还，所以为什么你说是苹果白兰地就对了，是吧？不是我说的，香调上面写的。不错，你刚刚把它具象的真是好。我那个画面现在很明确，就是玫瑰从酒桶里面把它打捞起来，然后散在桌上，厉害。好，
谢谢，拜拜，下回见啦。好，学姐，这一支序曲女，现在是非常大片的玫瑰花园。哦，你是玫瑰花园。我整个呈现大片的玫瑰花园。你的酒香怎么没有了？对，哇，它本来一开始的酒香还桶装，你的木桶味还比较多嘞。对，它刚刚在我身上是雪莉酒的香气，哦，然后现在整个变带玫瑰花香的木头香。你还在雪莉酒？哇，它还在雪莉酒。对，你的连酒桶的桶香都有。我整个已经变，从酒庄走到那个玫瑰花园了。我从酒庄走到玫瑰花园。OK。对，你的玫瑰已经沥干了。哦，你的玫瑰是快干的，我才刚撒出来而已。真的吗？所以其实这一支玫瑰味对我们来说都算是蛮明确的啦，是不是？但是它不是那一种很亮的那种玫瑰哦，对不对？它是算是有一点隐晦，有一点躲在后面的这种，对不对？慢慢一些些出现的这种，比较有气质的感觉。有，这不只有气质而且又有一点贵气。如果间奏曲是比较艳丽冷感的女生穿着晚礼服参加宴会，那这个就是比较有气质的女生穿着很优雅的洋装在参加宴会。OK，是好，老师，那这一支你会觉得它的花比较多还是酒比较多？我一直觉得酒香还蛮明确的。对，因为你一直对酒还蛮敏感的。对。但是我对我来说，后来会发现玫瑰其实比例上会大概是6:4左右。但是这个玫瑰不是你一般闻到的那一种像是一轮啊，或者是这个玻璃，不像哦。它这个玫瑰躲在后面，还躲得还挺好的。我蛮喜欢它这种表达方式。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性呢？酒香花香。酒香花香调。好，酒香花香0到10，给几分？9分。9分。为什么只给9分？我现在直问的味道，因为我觉得应该要更高。为什么只给9分呢？因为我个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带有那种冷冷的感觉的，或者是果香很明确的，是。像那个彗星系列的那个哈雷那一种，整个满浓郁的果香，TT 的那种果香，是。然后它呢就会让我觉得，是不错，但还没有到我爱的那种某一种花香或果香，对。OK， 好，所以你只给它9分，好，那学姐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？我刚刚正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因为欧盟说不能说东方香调，对不对？现在不能说哦。但我就觉得它是东方新香料加花香，因为所有的酒都是用东方新香料去搭配出来的。对，就是它是花香啊，就是有东方新香料的花香调。东方新香料的花香。对。好。然后。0到10。9.5。9.5。对。好，那你给9.5的原因？就是它，应该这么说，木菊的香水女香啊，我觉得它每一支女香都很厉害，就是它会给你一个不同的女人站在你面前的氛围。但我觉得它有把它想要表达的那个感觉调出来。然后这一支序曲女，我觉得也很实穿。它其实跟序曲男真的是一对的。就像一对男女的穿着
晚宴服要走进歌剧院的氛围。对，那国外的歌剧院在中场休息是可以喝酒的。是，我觉得他是完整表达了他想要给大家那个在享受音乐，然后享受人生、享受时尚的那个氛围是有的。OK， 对，好，学姐，所以给他9.5分。那我本来一开始是桃子味，还有这个水的这种水汽的味道，所以它让我想到倒不是一个女人，它让我想到反而是一个地方地点，就像我刚刚讲的水车村，它是一个村庄的味道，那但是慢慢跟着你们一起走之后，我发现确实是一个女生的表现哦。那这个女生呢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她很像这个玫瑰，有没有？不是一开始就让你知道我就是个玫瑰，好，她反而是非常有技巧的，把自己的最美好的优点，有一点把它遮起来。我要怎么举例呢？例如说，有些女生很喜欢身材好，很喜欢秀身材，有没有？肉啊，这个低胸啊，对，有没有？可是真正有料的女生，我觉得就是这一支序曲女的玫瑰，反而呢，她是非常的有料却保守，就把它很技巧的把它遮得好好的，让你知道她深藏不露。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非常低调的，而且有特色的玫瑰。我喜欢她这种表达方式，不会说很就是我有什么优点，我就把它完全展露无遗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是有点历练，就是知道说，该这个低调的时候要低调，该谦虚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知道太多。我觉得大概是这种，所以我给他9.8分。从村庄到一个村庄走着走着，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实力、非常有材料。真材实料的女生，可是却把她这个最美好的那面藏得很好，可以吗？9.8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序曲女馨香就帮大家介绍到这边。那待会30秒再请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